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南千水。在这个频道里，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，包括各种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。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，并且能够启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钮，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的最新影片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海洋占地球表面的 71%， 是地球上最广阔、最神秘的自然界领域之一。人类探索海洋已有数千年历史，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。那么还有多深呢？海洋深度是指水面到海底的垂直距离，也就是海水的厚度。海洋深度分为两种类型，平均海深和最深海深。平均海深是指全球海洋平均深度，最深海深则是指全球最深处的海底深度。目前全球海洋平均深度约为3800公尺，12467英尺。最深海深记录则是位于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，深度达到11034公尺，36201英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把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公尺放入马里亚纳海沟，还有超过2000公尺的深度可以填满。那么海洋为什么如此深呢？这与地球的形成和演化密切相关。地球形成后，表面上的岩石最初只是一些薄薄的熔岩层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地壳开始冷却和凝固。然而，地壳下方的熔岩仍然在不断的上升，与地壳板相互作用，产生了海洋地壳和大陆地壳的分化。海洋地壳是由较轻的玄武岩组成，比大陆地壳要薄，也更加密集。这些海洋地壳板块在地球表面上不断的移动和碰撞，并且不断的往下沉入地球内部的熔岩层，形成了海沟和深海平原。因此，海洋深度与海洋地壳的形成和演化密切相关。海洋深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声呐技术实现的。声呐技术是利用声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的原理进行的。通过发射声波，可以测量声波反射回来的时间和强度，从而推算出水下物体的位置和深度。声呐技术能够测量到海洋深度的精度约为 1% 以内。除了声呐技术外，还有其他测量海洋深度的方法，例如远洋测量船可以利用侧身仪或多波束声呐测量海洋深度。这些方法都是通过发射声波或探针探测水下物体的位置和深度，从而得出海洋深度数据。另外，人们还通过无人潜水器、深海探测器等工具对海底进行探测，从而了解更多关于海底的资讯。这些工具可以在深海中进行探测和样本收集，从而了解深海生物、地形、地质等方面的资讯。海洋深度除了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项目之外，还对人类的生存和经济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。海洋深度决定了海洋的生态系统、气候、海洋资源的分布和利用等方面。例如，深海中生存着很多种类的生物，这些生物对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。此外，深海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，如铜、锌、镍、氧、铀等。这些资源的开发对于人类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然而，由于深海环境的极端和复杂性，深海探测和资源开发都面临着许多技术和环境上的挑战。例如，深海中的水压非常大，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材料才能够抵挡。此外，深海中的温度、压力、光照、水质等环境因素都与地表截然不同。这些因素对于深海生物和资源的分布和生长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。总的来说，海洋深度是海洋科学研究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指标。海洋深度的精确测量和探测对于深入了解海洋的物理、化学和生物过程以及资源潜力至关重要。未来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发展，人们将更好地探测和了解海洋深度，并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，实现可持续的海洋发展。此外，海洋深度还与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。在古代，人们对于海洋的深度和未知性总是充满着好奇和神秘感。例如，在中国古代，有许多关于海洋深度和神秘海洋的传说和故事，如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大荒之海和女娲补天时所淹之海等。随着人类对海洋科学的逐渐深入了解，这些神秘和神话中的海洋深度也逐渐被揭开了面纱。
总之，海洋深度作为海洋科学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指标，是人类对于海洋世界逐渐了解和探索的重要标志。在未来，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对海洋深度的测量和探测，并在确保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可持续的前提下，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，实现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发展。人类能在深海里存活的时间取决于深度和压力，以及相应的生命支持系统。在一般情况下，深度超过200米的潜水被视为深潜，需要特殊的训练和装备。对于深度超过200米的潜水，潜水员需要穿戴特殊的潜水衣、面罩和呼吸器等装备，并且需要进行特殊的潜水训练，以应对深海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其他风险。在深度超过600米的情况下，水压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，潜水员必须使用特殊的潜水舱或深海潜艇才能进行潜水。在深度超过1000米时，潜水员只能在舱内进行潜水，不能直接接触外部水压。目前最深的潜水记录是在1960年创下的，人类能下潜到10916米的深度。但是这样的深度对人体是极其危险的，因为极高的水压和其他深海环境的因素可能会对人体造成氧中毒、窒息、低温、高温等问题。因此，人类在深海中存活的时间极短，一般只能在数小时内进行潜水，而超过48小时的潜水是非常危险的。海的平均深度约为3800公尺，12500英尺，但这个数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因为不同的海域深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。例如，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深度平均值分别为4000公尺13100英尺和3800公尺12500英尺，而印度洋和南极洲附近的南部海域的深度平均值则分别为3840公尺12600英尺和4200公尺13800英尺。此外，深度的测量也因为技术的限制和海洋地形的复杂性而变得困难。当人类潜水深度超过40米时，将会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。首先，深海中的水压将会增加，这会对身体造成压力。潜水员需要穿戴特殊的潜水装备，以便在高压下呼吸。其次，水中的氧气浓度也会减少，因为气体随着压力的增加会压缩，使氧气含量降低，这也会增加潜水员患上氧中毒的风险。此外，深海中的温度也会下降，潜水员需要穿着保暖的衣物以避免低温症状的发生。最后，深海中的能见度也会减少，因为水中的悬浮物质会增加。因此，潜水员需要学会如何在低能见度下导航和探索。在进行深海潜水之前，潜水员需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准备，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和挑战。如果不适当的进行深海潜水，潜水员可能会遭受氧中毒、冻伤、压力伤害等严重后果。因此，深海潜水应该由经过专门训练和资格认证的潜水员进行，并且需要遵循严格的安全规定和程式。当潜水深度超过70米时，潜水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。此时，水下的压力已经达到了7个大气压，这会对潜水员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。以下是一些潜水员可能面临的问题： 1. 氮中毒。当潜水员呼吸含氮气体的混合气体时，当深度增加时，氮气的压力也随之增加，这会导致氮气在潜水员体内蓄积过多，产生氮中毒的症状，包括幻觉、头痛、恍惚、恶心和呕吐等。 2. 深水晕厥。在深度达到70米以上的潜水中，潜水员可能会受到深水晕厥的影响，这是由于压力下降过快，导致潜水员失去意识，并可能导致死亡。 3. 冰冷的温度。在深度超过70米的水下，水温会比较低，甚至可能低于摄氏10度，这可能会导致潜水员出现低温症状，如手脚冰冷和身体发抖等。 4. 能见度低。在深海中，由于海底的悬浮物质能见度通常较低，可能会影响潜水员的视线。当潜水深度超过100米时，潜水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。此时，水下的压力已经达到了10个大气压，这会对潜水员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。以下是一些潜水员可能面临的问题： 1. 氮中毒。当潜水员呼吸含氮气体的混合气体时，当深度增加时，氮气的压力也随之增加，这会导致氮气在潜水员体内蓄积过多，产生氮中毒的症状，
包括幻觉、头痛、恍惚、恶心和呕吐等。2. 深水晕厥，在深度达到100米以上的潜水中，潜水员可能会受到深水晕厥的影响，这是由于压力下降过快，导致潜水员失去意识，并可能导致死亡。3. 氧中毒，当潜水员使用含氧气体混合物时，当深度增加时，氧气的压力也随之增加，这可能会导致氧中毒的症状，包括抽搐、意识混乱和昏迷等。4. 无法快速上升，当潜水员在深度达到100米以上时，由于水下压力巨大，潜水员无法快速上升，否则可能会产生深水沉降症，引起身体的疼痛和不适。海洋生物的分布与深度息息相关，不同深度的海洋环境拥有不同的生物群落。一般而言，100米以下的浅海区域主要分布住海藻、珊瑚、海胆、海星、螃蟹、海螺、小型鱼类等生物，而100米以上的深海区域则拥有更加神秘的生物。在100米的深度，可以发现许多奇特的生物，如红树林蟹、蓝鳃鱼、巨型螃蟹、深海虾、鱿鱼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深海生物多具有极端的生理特征，例如抗压能力强、体型庞大、生命周期长等。因此，深海生物对于生物学、海洋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意义重大，也成为人类探索海洋的重要方向之一。5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会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出现，例如深海鱼、深海乌贼、浮游生物、深海水母等。另外，深海珊瑚、海参、海葵等也有可能出现在这个深度。这些生物多具有极端的生理特征，例如对于高压、低温、低氧等极端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。有些生物甚至具有发光能力，能够在黑暗的深海环境中进行生存和繁殖。1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属于极深海环境，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生存环境。在这个深度，水压、温度、光照等因素均达到极限，对于生物的生存和繁殖都有极大的影响，因此生物种类更加稀少，也更为神秘。在1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，有些生物能够适应这样的极端环境，例如深海鲸鱼、巨型乌贼、深海鳄鱼、深海虾、深海螃蟹等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微生物、浮游生物等小型生物在这个深度下也有分布。3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是更为深邃、极端的环境，生物种类更加稀少，分布范围更为有限。在这个深度下，水压极高，光照几乎不存在，温度也非常低，生物的生存环境非常极端。在3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，生物种类很少，大多数都是微小的浮游生物、软体动物和硬骨鱼类，例如深海礁鲨、巨型红鱼、深海鳄鱼、深海虾等都是在3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中发现的生物。此外，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，如深海巨蟹、深海花朵等。这些生物的外形和生态特征都非常独特，因此受到了科学家的广泛关注。6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是更加极端、压力更大、光线更加稀少的深海区域，是人类极少探索到的深度。在这个深度下，生物种类极为稀少，分布范围非常有限，大多数生物都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抗压能力。在6000米以下的深海区域，生物种类相对较少，大多数都是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，如深海浮游生物、海蛞蝓、海参、海星、海胆等。此外，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，如深海磷光萤火虫、深海巨软体动物等。这些生物的外形和生态特征都非常独特，因此受到了科学家的广泛关注。有人下潜到10928米的深度，但是非常少。截至2023年，全球仅有4位人类潜水夫下潜到此深度，分别是美国人詹姆斯·卡梅隆、苏联、俄罗斯人安纳托利·萨日特诺夫、中国潜水夫李嘉诚，他于2020年下潜到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，以及美国人维克多·福斯科夫。这些人都是利用深潜器进行下潜，并且只能在特定的深海区域进行操作。海洋深处是指距离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海洋地区，通常分为光河带、深层光河带、暗层带和深海带。深海带又分为大陆边缘海域、大洋中央盆地、海山和海沟4个区域。光河带
光合带是指距离海平面200米以下，还可以接受光线照射，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海洋地区。在光合带内，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量非常丰富，海底还分布着珊瑚礁、海藻等生物，是海洋中最活跃的地带。深层光合带，深层光合带是指距离海平面200米至1000米的海洋地区，这个区域光照较弱，但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量依然很高。在深层光合带内有许多光合作用的生物，如浮游植物、浮游动物等。暗层带，暗层带是指距离海平面1000米至2000米的海洋地区，这个区域光照非常弱，几乎无法支持光合作用，因此这里的生物都是靠食物链获取能量，如深海鱼、鳕鱼等。深海带，深海带是指距离海平面2000米以下的海洋地区，在这里温度非常低，压力非常大，光线几乎无法穿透，因此深海带内的生物适应了这样的环境，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。海洋深处的奥秘。地形，海洋深处有许多特殊的地形，如海山、海沟等，其中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，达到了海平面的深度达到了11022米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深。此外还有太平洋海山脊、南极洲冰盖下的洲际海来等特殊地形，这些地形是海洋科学家们研究海洋深处的重要途径。生态系统，海洋深处的生态系统是非常独特的，这里有许多独特的生物群落，如热泉生态系统、冷泉生态系统等。在这些生态系统中有许多独特的生物，如深海巨型乌贼、深海蓝鳍金枪鱼、深海巨型鳐等。这些生物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，可以在低温、高压等极端环境下生存。海洋科学家的研究，海洋科学家们通过潜水器、遥控器、声呐等工具对海洋深处进行了长期的研究，他们发现了许多独特的生物、地形和物理现象，如海底火山、海底泥流、深海来骨等。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海洋深处的认识，也为海洋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。结论，总的来说，海洋深处是一个充满奥秘的地方。尽管我们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，但我们对海洋深处的认识仍然有很大的不足。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对海洋深处的研究，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。感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，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可以让我继续创作出更多有趣的影片。同时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分享你的想法和建议，让我们一起成长和进步。感谢你的支持。